在广州月薪2万，并且打拼了10年的程序员夫妻，最终竟然选择了在新疆落户，并且还种了200亩地。Hello， 哦，这个就是今年刚买的拖拉机哈。我听那个楚平说，你以前在那个广州做程序员，干了10几年，你是有什么样的勇气，然后回到老家呢？混不住了嘛，混不住了不回来干啥？我很佩服你，因为你以前搞这个的，然后现在你能回来开拖拉机，我感觉这是一件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。混不下去，1个月2万，不可能年年都那样。很多人都想这样生活，但是没有你这个勇气。我感觉你很猛。吓我一跳。本来是敲键盘的，完了现在就直接敲拖拉机，是吧？那咋办？你城市里待不住嘛。但是很少人能选择回到老家，就有可能在城市压力非常大，但是他还是选择在那个城市里边。那样混下去也没意思呀，混到最后啥都没有啊，是吧？对，混到40岁找不到工作更完蛋，还是一样。现在的话，种地的话，就1年能收成多少？1年好一点20多万，30万有。20多万，30万。那其实我这样一算的话，我觉得比城市里边要爽啊。那是。而且职工不稳定。对呀，而且还有这个医保、社保什么都有了。那这样的话，20-30万也不低呀，一家完全可以在这里消费还低。没有大城市消费高。它的消费低，自己菜吧自己种。菜自己种，关键还是吃得好，不用点外卖。再养2头猪，自己一杀。不是自己在兵团这里是消费是不算高的吧？物价？物价也差不多。也差不多。差不多。但我们是职工，有地就好过一点。对。但没职工没地的，也一样，也是给人家打工。职工要干到多少岁才能退休？一样的，60岁嘛。也是60。哦，那像你这样的话，就是还要再干20-30年。20-30年，每年20-30万，哎，可以，我觉得这个你的这个选择，我感觉很明智啊。如果你就算在大城市广州，1个月2万，1年就24万，但是那边房租、开销、吃饭这个比较大。你不可能，你不可能50岁还在那里能有2万呀？对，就是你40岁就到哪找工作去？是不是你们敲代码这个行业基本上就是年轻的几年饭，年龄越大就。城市里你感觉啥工作都是年轻饭。都是年轻饭。年龄一大到处遭嫌弃。年龄大了你去找啥工作都找不到啊。对。你在城市转转就行了。你挤地铁的那全是年轻人。哪有？不是说，不在那待是待不住，待不下去。待不下去。人待下去，谁都想去北京、上海，是吧？对。谁都想去好地方呀，好地方你待不住。到那里只是给大城市做贡献而已嘛。给大城市做贡献。对。实际上在那里，你说在北上广1个月2万块的收入，1年20多万，开销、花销、吃，剩下来也就10万块钱，不错的，剩10万，年轻人。10万不错。不错的。你像6-7千的、7-8千的，在广州捞不着什么钱的，一年又一年白干。6-7千的，就是给建设广州去了嘛，是不是？建设广州去了，就6-7千的，就是给广州做贡献，建设去了，就是支持他的经济发展去了呗。你天天出去，公交、地铁、吃饭都是消费，房租全是钱，全给他了。对，到走的时候还回家车票还没有来完。所以我觉得你的思想比较豁达，然后早早的就是在30岁那一年，然后就选择回来。比较豁达。如果我家有这样的一个地的话。不过我从小种地种怕了，所以我一直努力工作的原因就是一辈子不再种地。那你小时候不是也是在这里长大的吗？小时候没这么舒服啊。小时候谁都不种地啊。小时候你都想出去。小时候都想出去。现在他们都想回来，回不来了。都想回来，回不来。我们前面现在招职工，就80个名额，报了1500人。1000多个人，只要80个职工。
以前呢？哎，以前随便上，以前只要你愿意回来种地，都让你种。对，疫情之前他求着你上。疫情之前没人回来。然后就疫情之后这几年，就种地的人就是无地可种了，就。不是种地的他还是有地，就是想来种地的，想来没有地给你分了。对，不是他想来种，是他现在也一样，在城市混不住了。对，想通了，但他想回来已经晚了。晚了。你那一步走的还是可以。对你这步走的还是比较。那也是很惊险的，回来也是搞了好长时间才搞上。你说你在城市1个月，很多人还拿不到5、6千，在这4千多1个月的工资，你说大城市的一个核心就是不稳定，有可能这个月赚了1万多，有可能下个月赚个3、5千，都有可能。那都是小事，你每个月都有挣的好，就怕村公司倒闭了，开除了，直接公司倒闭的失业。你当时从广州来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心理上的一些变化？就是你刚从广州一下子过来种地的时候，走条弯路嘛，走了半天又回来了嘛。你觉得去广州是一条弯路是吧？对。然后就是溜达达10年的时间，然后又重新回到老家种地。对。白折腾一圈，啥都没剩下。就是这10年，反正没赚到钱。钱赚到了也折腾完了。反正赚到了也折腾完了。买一个房子好像又卖了，亏完了。你还在广州买房子了？那很猛啊！那你的收入。是啊，你就挣钱攒钱好买个房子，一个疫情一来好一失业，房贷都快还不起了，你说只有卖掉呀？你不卖掉干啥？那房子最后卖的时候跌了没有？跌了，亏30多万了。亏30多万相当于自己攒钱辛辛苦苦买。相当于攒的钱首付赔进去，还赔了30万嘛。首付赔进去又赔了30万。对，等于整套房子凭空消失了以后，我再要贴30万。你每年还的贷款不就走了吗？没了呀。那你首付交了多少钱呢？首付30多万呀。然后又亏了30多万。6、70万。不是那个房子，你看，比如说你买的时候100万跌回来的时候你跌到70万，你卖了，这是不是已经亏了30万了？对，30万你给他还了3年的贷款，白还。你借银行我那个时候借银行借了53万还了3年，每个月还3000，你想想是还了多少？一个月3万6嘛，一年一年3万6，还了十几万，还了10几万本金只还了1万多，剩下的全是利息。你说亏了多少？就是相当于这几年就是白干了，就凭空消失掉了这么多钱。然后你这个卖完房子以后，你就毅然决定就回老家了。我觉得这个选择是比较明智和睿智的。都是胡折腾，跟我们普通人说，就没有什么好地方坏地方。活着，能生活的地方就是好地方。对吧？对。你北京、上海它再好，你去了。生活不了，没饭吃，你得适应啊，有啥用嘞？对，城市再好，没饭吃也不行。我理解你刚才那句话了。现在大批人想回老家，回不去。就是他在外边有可能这么多年的财产一下真空了以后，他想回去都回不去。那样耗着，他回不去啊。熬着。跟以前不一样。恶性循环。没信心。你像年轻人好出去。逛一圈干个10年哈，一开始1个月5、6千，你干到最后2、3万，对，一个工作一丢，回到解放前，干啥去了你？是不是？对，而是出去混的是瞎混，都是熬嘛。熬是你关键你能熬出来就行。对，能熬出来。100个人里面有那么3个熬出来了，好就天，我不抽烟哈，他就天天的。就给你宣传100个人里面熬出3个人，好，剩下的97个人你也得这么熬，这剩下97个人都是去做炮灰的，对吧？行，我们就撤了，你该忙呗。